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松原敦子老师所著的《老后独自一人》这本书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长时间独自度过晚年的生活，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？不结婚，退休后在家独自生活，与他人几乎没有联系，这样的生活会让您感到孤独和恐惧，还是会让您感到自由和向往呢？在不同的人心中，这样的生活会带来不同的感受。以日本为例，预计到2035年，日本将有1/3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老年独居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。现如今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晚年独自生活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恐慌。本书详细介绍了独居老人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方法。通过本视频，您将了解到，即使在老后独自一人生活，也可以过得快乐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老年独居时代的到来；第二，老年独居时会面临的问题；第三，如何避免悲惨的独居老年生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老年独居时代的到来。我们先来讲一个女性的故事，她独自生活了一辈子，直至去世。在27岁时，他在一家基督教医院担任社工。社工的工作是为患者提供医疗和护理咨询，并给予适当的支持。对他来说，这份工作非常适合。他从27岁一直做到退休，度过了充实的日子。作者采访他时，他已经80岁了。他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房，玄关十分昏暗，地板上堆满了杂物，水槽里堆积着用过的餐具，柜子里塞满了即食食品，客厅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报纸和书籍，家里几乎没有坐的地方。在这样一个杂乱的房间里，他独自一人生活。他在60岁时退休，拿到了25年的退休金，相当于1000万日元。他对作者说：“我之所以选择年金，而不是婚姻，是因为我认为年金更可靠。”在从60岁退休到90岁去世的30年间，他依靠每月20万日元的年金生活。在60岁到75岁这一期间，他积极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活动，生活得十分充实。然而到了80岁，他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大家开始把他当成老人来对待。他想聊天时，会被推荐去参加老人会；他想去参加幼儿园的志愿者活动，但当他告诉别人他的年龄后，大家都不愿意接纳他。他对政治很感兴趣，但周围没有人和他讨论这些内容。进入80岁后，他几乎不与人交流，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。他对作者说：“我好久没说话了，不记得上次说话是什么时候。”他多次重复：“我想和别人说说话。”尽管每月有20万日元的年金，生活中并不缺乏物质，但他却过得并不幸福。孤独和贫困一样令人痛苦。在这次采访后，经过了1年的时间，他出现了认知症状，住进了一家月租15万日元的护理院。在3年后，他在这家护理院里孤独地去世了。通过这位女性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了老年独居的挑战和她的选择。她选择了年金而不是婚姻，最终还是难逃孤独的命运。那么，听完这个故事后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是不是觉得孤独很可怜，不想过这样的晚年生活呢？或者觉得这位女性有钱也有自由，她其实很幸福，甚至憧憬这样的独居生活呢？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选择金钱也好，选择自由也好，选择结婚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好，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老年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即使选择了拥有家庭，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老年时变得孤独一人。结婚和拥有家庭并不能完全保障老年的幸福。也许你会想，我会比妻子先去世，所以没关系；或者，丈夫先去世后，我就自由了。但不妨再多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。独居老年生活在经济上、精神上和社会上可能会带来各种困难，而这些困难在您独自面对老年生活时才会显现。
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出选择和准备，以应对未来的挑战。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老年独居这个问题。以日本为例，在20年或30年前，未婚的男女到30岁时，就会被父母和亲戚催促结婚，仿佛不结婚就是不正常的。但现如今，人们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，许多家庭中都有未婚的孩子，独居不再意味着寂寞，而更多的被视为一种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。然而，独居的自由和轻松主要指的是年轻时的感受。当你意识到生命的终结时，这种自由感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孤独的现实。根据2023年的调查显示，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约为86.9岁，居世界第一；男性的平均寿命约为81.5岁，居世界第二。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。同时，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占总家庭数的10%左右。预计到2035年，这一比例将大幅增加。这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一个老年人独居的国家。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位女性一样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在孤独中迎来死亡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。当然，独居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幸，有些独居老人可能很幸福，也有些独居老人可能会感到寂寞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。预计未来每3名男性中就有1人，每5名女性中就有1人终生不结婚。此外，每3对结婚夫妇中就有1对会离婚。这意味着独居老年人的数量将继续增加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。过去的高经济增长期或泡沫经济时代，结婚意味着安稳，女性在年轻时嫁人并操持家务，男性在外工作，退休后拿到退职金，夫妻一起安享晚年。离婚会被社会所指指点点，这样的生活是当时的常态。然而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，终身未婚，熟年离婚，只需一个小小的导火索，婚姻生活就可能会走到尽头。社会对离婚的接受度在增加，婚姻这个曾经的保障也不再那么可靠。老龄化问题也十分严峻。预计到2035年，日本东京都每3人中就有1人年满65岁，44%的老年人将是独居老人。希望通过这些数据能让大家看到现实。如果您对此感到不安，请继续观看视频。我将在第3部分讨论如何避免悲惨的独居老年生活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老年独居时会面临的问题。在日本，独居老年人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担保人。在求职、租房、住院和入住养老机构时，都需要有担保人。而且不仅仅是担保人，有时候还要求必须是亲属担保人。尽管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，日本社会却仍然默认每个人都结婚并拥有家庭。这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。然而，即使在独居家庭日益增多的今天，担保人的要求仍然是个现实问题。当成为独居老人时，极有可能面临以下3种需要担保人的情况：1、租房； 2、进入养老机构或收费老人院； 3、住院和手术。首先是第一种情况，租房。租过房的人可能都知道，签订租赁合同时，几乎都会被要求提供担保人。这是为了在租金拖欠、死亡后房屋清理和交接等情况时来提供保障。可以说，没有担保人几乎不可能在日本租到房子。如果老年独居且没有担保人，那么只能选择不需要担保人的公共租赁房。然而，这也需要提供存款余额或纳税证明等。日本的许多制度基本上都是在保护强者，所得税和消费税在不断上涨，而公司法人税却在下降。这种偏向强者的结构在租赁合同中同样存在。对于有钱的独居老人来说，可以一次性付款购买房子，所以并不是大问题。但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多钱，只能面对担保人这个障碍。接下来是第2种情况，进入养老机构或收费老人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希望进入养老机构，
即使希望在家中度过晚年，但由于疾病或受伤等原因，当一个人生活变得困难时，养老机构也会成为最后的住所。然而，即使有钱，这些机构也会要求担保人，这和租房时的情况类似，因为独居才希望进入养老机构，但独居老人却因为没有担保人而被拒绝，这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。独居老人要找到亲属担保人非常困难，到老年时，亲人可能已经去世，亲戚也可能互相之间疏远，让疏远的亲戚担任担保人并不容易。如果拖欠费用，担保人需要负责；如果去世，担保人需要处理后事。这些繁琐的责任让人难以接受。接下来是第三种情况：住院和手术。在住院或接受手术时，担保人问题也时常出现。住院费用和医疗费用的支付担保，手术或治疗的同意，死亡时的手续和身份担保等都需要担保人。万一手术失败导致死亡，还需要有人来领取遗体。在日本，如果没有担保人，手术可能会被停止。此外，即使本人同意手术，医院仍然常常会要求亲属的同意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医院也不希望治疗费被拖欠或者无人认领遗体，而且后续可能会与亲属发生争执。然而，机械地要求担保人，如果没有担保人就无法住院或手术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在老年独居时尤为显著。关于独居老年人面临的担保人要求，如果没有担保人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。首先，租房方面，可以选择无需担保人的政府公营住宅，避免无法租房的情况。如果想租私营的出租房，可以询问是否有认识的人经营出租房，或者直接与房东商谈，不需要担保人。这种情况虽不多见，但可以尝试一下。在进入养老院时，可以考虑以下3种对策。第一，设立监护人，通过成年监护制度，指定的监护人可以管理财产和照顾个人。然而，监护人的职责只有在本人意识能力低下时才开始生效，比如出现认知症或精神障碍等情况。第二，签订死后事务合同，可以请司法书士、律师或行政书士处理，虽然可能需要支付一些费用，但建议咨询专业人士。第三，提供存款余额证明，虽然这不是正规的办法，但如果能证明有支付能力，可能会有机会进入养老院，即使被拒绝，也不会有损失。关于住院或接受手术，可以采取以下2种对策。第一，明确表示没有亲属。医院要求担保人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治疗费被拖欠。如果医院要求亲属作为担保人，可以明确表示自己是独居老人，没有亲属。实际上，法律并没有规定医院或设施必须要有担保人，因此可以坚定地告诉医院不提供担保人。第二，提前支付治疗费用，可以尝试用存款证明或现金支付来解决担保人问题。如果有朋友可以担任担保人，可以询问医院是否接受朋友作为担保人，有些医院可能会同意。然而，向朋友提出请求可能会让人感到为难，或者医院可能会拒绝朋友作为担保人。这时可以出示银行的存款余额证明，某些医院可能会接受。希望以上对策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虽然可能没有迫在眉睫的需求，但建议提前了解并准备，以防老后独居时遇到类似的问题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如何避免悲惨的独居老年生活。观看这个视频的各位中，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独自一人生活更好，但是即便如此，独居老年生活是悲惨还是幸福，完全取决于您自己。此外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老年时独自一人。为了避免那时的独居老年生活变得悲惨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实践一些方法吧。独居老年的状况往往是人生的延续，如果到独居时才匆忙采取行动，可能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。正如我们在第1部分所讨论的，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非自愿的，未来的高龄者中有1半人将会独自生活。
为了在那时不感到困惑，能够快乐地度过独居老年生活。在这里，我们将讨论4个主题：一、重新审视夫妻关系；二、在职场之外结交朋友；三、学会做家务；四、培养享受孤独的能力。首先是第一个主题：重新审视夫妻关系。关于夫妻关系，当已婚女性聚在一起时，几乎总是会抱怨丈夫的不满，比如不注意个人卫生、聊天十分无趣，或者在一起时就让人心烦等。但遗憾的是，很多女性在与朋友聚会时，比与丈夫在一起时更加生动有趣。很多人选择不与无聊的丈夫离婚，主要是为了孩子和经济原因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这是关于一对结婚35年的夫妻，从妻子的视角来讲述。孩子们结婚搬出去15年后，她与丈夫独自生活，从未感到过快乐。丈夫沉默寡言，无论谈什么话题都聊不起来。丈夫退休后整天待在家里，两人一起吃饭时，沉默的氛围像地狱一样令人痛苦。他为无聊的夫妻生活感到苦恼，但作者对他说：“您总是说对方的不好，但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呢？”妻子露出了意外的表情。作者继续说：“你有没有对丈夫表示过感激？有没有说过谢谢呢？”在妻子思索时，作者继续说：“你们一直生活的不愁吃穿，这都是因为他。回想一下，虽然他可能很无聊，但您对他的感激之情应该不止这些。”这时，妻子陷入了沉默，似乎有所感悟。作者最后说：“回家后，对他说一声谢谢，这样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好。人生这么长，既然有伴侣，就应该好好相处，不然太浪费了。”那天晚上，妻子对沉默寡言的丈夫说：“感谢您和我结婚。”丈夫当时惊讶地回应道：“我也十分谢谢您。”并流下了男儿泪。他们虽然并不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回到原来的关系，但是现在，他们会手牵手在河堤上散步。修复冷淡的夫妻关系其实很简单，一句未曾表达的感激之情足以让关系回温。如果没有传达这份感激，只是一味地指责对方，这对夫妻可能会在老年时各自过着悲惨的独居生活。正在观看视频的您，在看完这个视频后，不妨对您的妻子或丈夫说一句谢谢，当然对朋友或恋人说也可以。这一句简单的感谢可能会彻底改变您未来的生活。接下来是第2个主题，在职场之外结交朋友。无论您是否有伴侣，朋友都是老年生活的重要支柱。有些人有温柔体贴的伴侣，而有些人则在困惑中度过人生，每天都思考着当初为什么会和那个人在一起。人生千差万别，家庭关系往往难以割舍。人类的本性自私，总有家庭关系变得沉重的时候。但同时，人类又是群居动物，难以完全抛弃社会关系。朋友的存在就在于此。拥有朋友的好处在于，当您需要时，他们可以陪在您的身边；而当您不需要时，也可以轻松保持与其的距离。要结交到好朋友，建议从兴趣爱好开始，无论是钓鱼、看电影、烹饪、下棋等，只要你感兴趣，就可以开始。拥有相同的兴趣，意味着有共同的关注点，很容易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并建立舒适的关系。这并不是说已婚人士可以忽视伴侣。我们之前提到的冷淡夫妻关系好转的故事，表明良好的夫妻关系是非常宝贵的。然而，总有一天，伴侣可能会生病或去世，其中一方终将独自生活。在那时，朋友的存在可以帮助您继续与他人保持联系。兴趣爱好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，适度的朋友关系可以长久维持。通过兴趣结交的朋友，可能会成为终生的朋友。在独居老年生活到来之前，大家不妨开始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吧。接下来是第3个主题，学会做家务。能够享受生活的人，即便是独居老年，也不会感到孤单。家务并不仅仅是主妇的工作，其实家务是非常有趣且富有深度的。每个人都需要做家务，而方式各有不同。
这使得家务充满趣味。悲惨的独居老年生活的典型特征是生活懒散。回想一下我们在视频开头提到的孤独女性的故事，门厅昏暗，地上杂物堆积，洗碗池里都是脏碗，柜子里全是速食食品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你会觉得她在享受生活吗？虽然这有些哲学的意味，但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，人会变得更加积极。干净整洁的生活是愉快生活的前提。房间如同心灵的镜子，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，往往会在独居后什么都不做，因为从小到大都一直依赖母亲和妻子来照顾一切。也许有的人对此也深有体会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自己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吧。这样做，即便未来独居，你也不会感到孤单，反而可能会享受家务带来的乐趣。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让人心情愉悦，独居老年不再可怕，而是充满了乐趣。能够享受生活的人不会有孤独的老年。接下来是第4个主题，培养享受孤独的能力。一个人的外表改变的话，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如果您不想过一个孤独的老年生活，首先从外表入手，打扮得看起来像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即便您现在非常孤独，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，也不要穿着灰暗的衣服出门。当人的心情低落时，人会自然选择这种颜色的衣服。相反，穿上明亮颜色的衣服，站在镜子前，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好。穿衣搭配似乎需要品味，但其实关键在于颜色。借助颜色的力量，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享受生活的人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自己就会变得开朗。相比阴郁的人，心情明亮的人更容易吸引他人。男性可以选择烫平后干净的白色衬衫，整个人的印象都会有所不同。女性则可以选择鲜艳的颜色，比如粉色、黄色、淡紫色和水蓝色。这些明亮的颜色如同花朵一样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通过改变服装的颜色，给他人的印象就会改变，您自己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化。虽然性格难以改变，但服装颜色可以立刻改变。为了避免悲惨的独居老年生活，不妨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注意服装的颜色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